中元节，我点的外卖迟到了半小时，汤洒了一袋子，还没人给处理问题。我一怒之下给了差评。1个小时后，商家发来消息：亲亲，不好意思影响您的用餐体验了，这个处理结果您满意吗？他随后发来一张图片，是一个人，他的五官全没了，头倒插在装满热水的锅里。我马上就要到您家了，希望能说服您撤回差评呢。看着手机上商家发来的消息，我有些无语。这是威胁吗？我不撤回差评就要来我家杀我的意思，还从网上找图片来吓唬我。我立马下载了2张加椰子的图片回敬他，真是神经病。我在心里骂了他几句，就去卧室里拿平板，准备刷剧，缓解一下心情。刷到一半，真是越想越生气。我真想报警，但想到自己刚刚又也给他发了鬼图，哎，算了。我关闭了网页，门外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，还伴随着1、2声咳嗽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突然有点紧张。虽然我不相信在当今这个法治社会，真的会有人因为一个差评杀人，但如果对方精神不正常，是个疯子呢？我心里发毛，喝了好几口水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也许不是我们这一层的，只是路过也说不定。耳朵却不由自主地专注起门外的动静。脚步声消失了，它停在了我们这一层。砰砰，门被敲响了，不是我的，而是我隔壁的。我们小区不隔音，家家户户干个啥，邻里邻居的都知道，经常因为这个发生口角。我隔壁是一个3口之家，见没人开门，门外那人力气越用越大，几乎到了砸门的地步。谁呀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是邻居大哥烦躁的声音。外卖这2个字把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。我没订呀，真是奇怪。我靠，不会吧？我赶紧到处找手机，想提醒邻居大哥不要开门。刚编辑好文字，准备放送，邻居大哥家的门咯吱一声开了，我冷汗直流。等了大约有2、3分钟，邻居大哥才再次出声了。原来是我妖女偷偷点的外卖，这么大半夜的还吃东西，看老子不收拾他。门又重重关上了，我的心渐渐放下了。邻居一家都是好人，特别是邻居大哥，他很热心，他经常因为自己有一个女儿，所以特别能共情小姑娘的难处。我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因为是自己一个女生住，平常又是点外卖又是收快递的，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，不安全。我学着网上的方法，放了几双男士皮鞋在门口，装作不是独居。有一天邻居大哥突然通过微信加了我，你这鞋放的有点此地无银300两了。随便一个男的一看就知道这鞋没被人穿过，知道你是一个人住。你一个女娃娃，平时拿外卖那些也不方便，你就让他们放我门口，你等会再出来拿。以前我都不好意思这样干，怕给人家添麻烦，可邻居大哥一再对我说没事，就写他家的。这第一次写邻居大哥家的地址，就发生了这种事。如果因为这个把他们一家害了，我会内疚死的。我刚想给邻居大哥发消息，他的消息就来了，配图是几盒小龙虾。正鱼睡了没？来吃小龙虾。我礼貌的回复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我不太喜欢吃小龙虾。我超爱吃小龙虾，但想到黑漆漆的走廊，我就顿时泄了气。邻居大哥，我这还有2罐汽水，给你拿来吧。我知道你喜欢喝这个，不用麻烦了。我连忙拒绝。邻居大哥又发了一条，不用那么客气，邻里邻居的。我来了。看邻居大哥这样说，我也不好再过强硬的拒绝了，再拒绝就显得生分了。朋友圈那里有个消息提醒，我有强迫症，任何小红点都忍不住给他点掉，几乎是没啥犹豫的就点了进去。最上面的一条是邻居大哥的女儿发的，打卡大理，定位是云南大理的一家酒店，时间是昨天中午13:46分。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手指抖得几乎都拿不住手机。邻居大哥的女儿明明在大理，那他刚刚为什么要那么说？我心里有了不好的猜测，该不会那个商家真的来了吧？他刚刚骗邻居大哥开门，邻居大哥现在可能已经遇害了。刚刚和我聊天的也许不是邻居大哥，而是拿着凶器的商家，他想把我骗出去。我胡思乱想着，门被敲响了，砰砰，我被吓了一个激灵，下意识屏住了呼吸。他没说话，一直在敲门。我更加怀疑门外的人是商家，正鱼是我呀。我给你拿了汽水，是邻居大哥的声音。我光着脚走到了门口，趴在门上，从猫眼往外看。邻居大哥的脸在猫眼里有些变形，但能看出神色如常，没有慌张和惊恐的神色。他的双手背在身后，汽水应该拿在手上的，但他刚刚为什么要那么说？我犹豫了几下，还是问出了声，大哥，你女儿不是在大理吗？刚刚你怎么说她在家里点了外卖？哈哈，你都听到啦。邻居大哥笑着挠了挠头，老实说我都忘记我刚刚说了啥了，可能是说快了，口误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女儿偷偷给我订的，我刚刚打电话问过她了。我打开手机看了看日期，今天的确是邻居大哥的生日，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给我送过蛋糕。我把防盗链挂上之后，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隙，邻居大哥立刻挤了进来。
我开的缝很小，他肥硕的脸被挤得变形。我这时注意到他脸上有很多汗，不过现在这天也很正常。过道里很闷热，他的眼珠转了几转，往我身后看，一副很想进来的样子。我抵着门，有些害怕，脑子飞快转动，想找个理由拒绝他进来。邻居大哥像是看出了我的为难，他笑了几下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太晚了。我把汽水直接给你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有些惊讶邻居大哥的善解人意。邻居大哥人挺好，就是性子太急了，有点大男子主义。上个月一个女生刚搬进来，他看人家东西多，非要帮人搬，女生婉拒了他，他还急眼。我一边把手伸了出去，一边在心里盘算明天送点什么比较好。汽水冰冰的，应该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不久，上面还挂着水珠。我摸了一手，这水也太多了吧，还有一股奇怪的气味。我顺着邻居大哥的手往上看，这液体居然是从他的手臂流出的。嗨嗨，不知道是谁咳嗽了几声。楼道的声控灯全亮起来了，借着暖黄的灯光，我终于看清了，那根本不是水，而是血。鲜红的血液从邻居大哥的手臂一股一股的往外冒，袖口被染得通红。他的手臂摇晃了2下，然后整个掉了下来，落在水泥地上，发出咚的一声。我的心狂跳了起来，脑袋嗡的一声，耳边响起长鸣。邻居大哥的表情也变了，他的眼里全是惊恐，嘴巴长得老大，想要说什么，只是他还没有开口，一把斧头抵上了他脖子，而后被人用力一挥，狠狠砍向了邻居大哥的脖子，还带着热气的鲜血喷了我一脸。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就站在他身后，我下意识地觉得他是商家，我整个人都懵掉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真是老天保佑，我的身体自发地行动了，飞快地关上了门。门外商家不停地画着门，我彻底软了腿，跪坐在地上。那个疯子真的来杀人了！我靠！我拿出手机想要报警，几条微信弹了出来，是骑手的。郑小姐，我刚刚看到螺蛳粉店的老板关了门，提了把刀往你家方向去了，他的样子很不正常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这是几分钟之前的，过了几分钟他又发了一条。我想了想，他的样子真的很奇怪，还是报个警。他发来一张报警的截图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那边马上就会出警的，别担心。看着骑手发来的消息，我心里有点触动。我给了差评之后，骑手一直联系我，求我撤销差评，说自己很不容易。我当时觉得他是道德绑架，就没再理他。商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还叫嚣自己是网红店，不怕我的差评。没想到是个表里不一的心理变态，在心里憋着坏呢。想着2个小时前我干的事，我有点不是滋味了。真是太谢谢了。没事，举手之劳，我现在也在往你那个地方赶，你待在房间里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，多好。我这个人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。看他这样，我心里难受极了。终于理解某音上说半夜坐起来给自己一个耳光的感觉了。我心里愧疚起来，看了看自己的余额，决定给骑手转500。刚刚还满格的信号一下子全没了，我发出去的消息也在不停转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屋子里到处走，想寻找一个有信号的地方，但每个地方都试了个遍，还是没有信号。有什么东西屏蔽了我家的型号？我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猛灌了好几口水，才稍微平静了点。要冷静，要冷静。我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暗示。我大起胆子靠近了门，将耳朵贴在了门上，仔细听着门外的动静。门外静悄悄的，滑门声也消失了。他走了。我凑到猫眼上往外看，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还有个褐色的圆圆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疑惑了片刻，而后恍然大悟，这是一个人的眼睛，他正在透过猫眼往里面看。我赶紧关了猫眼，顿时毛骨悚然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冷战。阳台传来了敲击声，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阳台，是楼上的张雪拿着撑衣杆在敲我家阳台的栏杆。这栋楼很老了，都没有封窗，上下楼的阳台都隔得很近，身手矫健的人都能顺着阳台翻到下一个楼层。张雪穿着睡衣从阳台探了个脑袋，脸上尽是不耐烦。大晚上的，你脑壳有包吗？把门关得乒乒乓乓的，你不睡，别人还要睡觉呢，有没有点素质？我刚刚才发生的事给他说了一遍。张雪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奇怪地看着我，你编故事呢？他有点不相信真的会有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杀人，还只是因为一个差评。我把阳台的灯打开了，走了出来。张雪一下子愣住了，我抹了把脸上邻居大哥的血，直直地看着他。张雪捂着嘴，吓得退了好几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点了点头，想问问他家里有没有信号，能不能再帮我报个警。虽然骑手已经帮我报过警了，也不是不相信他，只是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报一遍才能安心。张雪冷着脸一口就把我拒绝了。你不是说那个骑手已经报过警了吗？再报人家警察该烦了，你就安心等着，会出警的。他说完就回房了，还特地把家里的灯都关了。我知道他是怕牵连到他
他怕万一凶手知道是他报的警，以后对他进行打击报复。不过他的表现倒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啥热心肠的人，只要不是和自己利益相关的，他一贯会装聋作哑。我有些无力，关了阳台的灯，瘫坐在沙发上，只能期盼警察能早点来。我过一会就要看看时间，反复确认门锁好没有。这都快15分钟了，警察还没有来。我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手机突然有了信号，收到了条短信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信号突然又没了。短信是商家发来的，第一条是一张照片，一双断腿的照片，很白，刚从人体上砍下来的，还冒着热气。第二条只有几个字：亲亲，我来找您了。我吓得脸色惨白，牙齿不停打着颤。住我楼上的张雪不知道怎么的又返回来了，她又用撑衣杆敲了敲我家阳台。我家也没信号，可能是被别人安了屏蔽信号的东西。我下来帮你找找。你怎么突然？我其实是不想管的，但如果明天你死了话，我估计会内疚一辈子。也当作是对，哎，算了，当我是傻逼吧。张雪没好气地说。我突然注意到张雪的皮肤很白，像雪一样，也跟刚才商家发给我的很像。我害怕地吞了几口口水，掐了掐自己的掌心。万一那个商家就是那么神通广大，听到了我和张雪刚刚的对话，提前去他家控制了他，就像刚刚对邻居大哥他们家做的一样。他早就砍了张雪的双腿，只不过没有完全砍断，皮肉还有一部分相连着，摇摇欲坠。等他刚踩到我家栏杆，腿就完全断了。我越想越害怕，各种血腥的场面在我脑子里乱窜。我想看看他的腿，但他没开灯，只有月光，我根本看不清。他为什么不开灯？我更加怀疑。偷偷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，趁张雪不注意，一下子冲了出去，把手电筒往他腿上照。他的腿很完整，白皙的皮肤上也没有任何痕迹。我松了口气。你干什么？张雪皱着眉头。我刚刚看你腿上好像有个虫子。我瞎编了一个理由。张雪马上低头去看自己的腿，哪里有虫子？可能是我看错了，不好意思哈。张雪没再纠结这个，对我说了句：“我去拿床单绑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再往下爬，这样安全些。”她转头就走了。我去屋里拿了个比较高的板凳放在阳台，一会她好踩着下来。我又去猫眼那里看了看，商家还等在哪里，睁着大眼，一眨都不眨的，看着很吓人。我等在阳台，张雪去了很久，我心里又泛起了嘀咕，该不会她又后悔了，不准备帮我了吧？拖鞋打在地上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张雪抱着床单过来了。她将自己拿来的床单系在栏杆上，打了个死结。我把阳台的灯打开了，她抬了一条腿跨在栏杆上。这短短的时间，张雪还穿了条丝袜，睡衣也换了，又不是上街，这偶像包袱还挺重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张雪的身形好像大了一圈。张雪，我叫了她一声，她点了点头。需要我扶你吗？我问了句。张雪还是没有说话，自顾自地往下爬。张雪，我又喊了声。张雪从喉咙里嗯出了一声。我突然警铃大响，这个张雪可能有问题。我退后了几步，摸到阳台的玻璃门，一把它锁上了。我赶忙跑到门口查看外面的情况，门口的眼睛还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向阳台，张雪已经爬下来了。她低着头，我看不清她的脸。张雪也没问我为什么锁门，她一言不发地敲着阳台的玻璃门。天生的第六感告诉我她很危险，可是门外我紧张的都快吐出来了。到底该怎么办？张雪拍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她拍了1分钟就停了，转头去找什么东西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该不会她准备找东西来砸玻璃吧？我把心一横，打开了门，冲了出去。死就死吧！我回头一看，我家大门上挂着邻居大哥的脑袋，他的眼睛正对着我家大门。怪不得我一直看到有人从猫眼往我家里看。我被商家的变态程度惊得差点叫出声来。穿着女装的商家举起了阳台我放的凳子，一下一下的用力敲着玻璃门，玻璃的碎发迸溅在四周。我来不及想他到底是怎么进入张雪家，又是怎么控制住张雪的。逃命才是首要任务。我撒丫子就往前跑。电梯的门打开了，商家也从玻璃门破掉的窟窿里探出半截身子。我刚想进去，突然想到电梯不超过3层，人是可以撵上的。我当机立断，给电梯按了1楼，又迅速跑出来。这栋楼只有一个出口，一个楼梯。如果我们跑一个方向，我肯定也会被他撵上。他抓我简直就像瓮中之鳖。我脱了鞋，准备往楼上跑。跑到4楼的时候，我听到有人往楼下跑的声音。我赶紧放轻了步子。骑手已经报警了，我现在只需要等待救援，在这段时间多好。这栋楼不隔音，如果我盲目的敲门，肯定会被商家听到。那家人也不确定会不会让我进去。如果发出的声音大了，我必死无疑。冷静，要冷静。我再深呼了几口气，拼命给自己打气。
经过几番思考过后，我去4楼转了转，张雪家的门没有锁，我走了进去。张雪歪着脖子躺在地上，浑身冰冷，应该是死透了。来不及过多伤感，我在张雪家转了一圈，在她家的卧室找了个可以藏身的柜子，钻了进去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在柜子里闷出了一身汗，待得也越来越烦躁。到底要多久才会出警？要是我活下来了，绝对要去投诉。我刚想拿出手机看看有没有信号，外面就响起了脚步声。我立马把手机按熄屏，怕手机的光透过出去。是来处理尸体的吗？好像不是，我没有听见剁骨头分尸的声音。难道是发现我的计划了？我的手心不停出汗，心跳得越来越快，像是要跳出来似的。商家走进来了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脏上。他窸窸窣窣地翻找了一会就出去了，是在找钱还是在找其他东西？我胡乱猜测着。商家翻找了一会就出去了，但我没有放松警惕，就怕他杀个回马枪。等我一打开柜子，就看见他的狞笑。我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包里的手机震个不停。有信号了，我惊喜起来，连忙去掏手机。是骑手发来的消息。你在哪？警察已经来了，但还没有找到老板，你现在很危险，你先不要盲目出来，老板可能就在附近，你告诉我具体位置，我带便衣警察悄悄过去。我顿时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，整个人松了口气。警察终于来了，我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，颤抖着手指给他回复位置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。刚刚发生的各种事情让我的警惕性大涨，出警真的会出那么久吗？而且我也没有听见警笛的声音，但光凭这2点，我还不能妄下论断。我捏紧了手机，想了一会儿，自己给警方发了条短信：你在哪？骑手的消息又来了。我没有理他，消息栏突然跳出了某团的投诉处理结果。我快速看了下，又点进了螺蛳粉店看了看。一个信息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，这家店生意很火爆，属于网红餐厅，但规模很小，没有店员，只有老板一个人经营。有很多人慕名前来，评价区里有几张和老板的合影。商家是女的，一个50多岁的大妈，可是我几次看到的人都像是男的。我皱眉沉思着，把我和商家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仔细看了看，又仔细看了和骑手的。没多久我就发现了端倪，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打字习惯和语言风格。比如骑手就不爱用标点符号，一直用空格代替标点来断句。商家和我都喜欢用完整的标点，商家给我发的那些恐吓短信都是用空格来断句的。邻居大哥给我发的那几条奇奇怪怪的消息也是完全没有标点的，只用空格来断句。而且一开始对差评很看重的也只是骑手，商家反而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商家的生意很好，这几年赚的钱也很多，他真的会为一个差评来杀人，把自己后半生搭进去吗？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。我又惊又恐，外带着庆幸，幸好没有把自己的位置告诉他。见我迟迟不回复，骑手一直不停地给我发消息，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。最后一条画风突变，你发现了也没事哦，我来找你了。手机有震动了起来，这次不是消息，而是电话。手机震得厉害，我又紧张，一个手滑居然将它摔了出去。我现在无比痛恨自己为什么不设置静音，连忙爬过去捡手机，刚想挂掉他的电话，他却自己挂了。随后是一条短信：我知道你在哪里了，我来找你了哟。我吓得心都揪起来了，不能在这里待了。我从柜子里出来了，刚走2步，脚踝上突然握上了一双冰冷的手。哈哈，骗你的！我现在才知道你在哪哟，找到你了。骑手藏在床底，抓着我的脚踝，对我露了个恐怖至极的笑。我吓得大叫起来，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。骑手一手死死拉住我的脚，一手撑地，想要往外爬。我赶紧拿脚踢他，可是我没穿鞋，根本使不上劲儿，踹人也不疼。靠！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情急之下，我一顿乱抓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居然摸到了一个打火机。我赶忙把火力开到最大，用打火机去烧他的手。骑手挺能忍的，手还是牢牢抓在我腿上。见他这样，我直接靠近了他，去点他头发。他这下尖叫起来，松开了我，赶紧去拍自己的头发灭火。我趁这个空，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，拼命地往外冲。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我扯着嗓子大喊着。按理说这栋楼的隔音那么差，我叫得这么大声，一个半栋楼的人都听见了。要是在平常哪家敢乱叫，早就有人出来了。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出声。我于是改口大叫道：着火了！着火了！一个老太太开了门，她把门打开了一条缝，露出了一个眼睛。在看到我满身的血后，又毫不留情地迅速关上门。身后的骑手就快追上来了，我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如果单论跑的，我根本跑不过骑手，大学4年的体测的800米我从来没有及格过，我很快就会被他撵上的。正当我手足无措时，一扇门突然开了，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叔，他冲我比了个虚的手势，而后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。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，
我跑了过去，大叔轻轻把门关上了。我朝大叔鞠了好几躬，表示感谢。大叔连忙摆手，露出憨厚的笑：“别这样，小姑娘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今天可能就没命了。”大叔让我坐在沙发，给我拿了条热毛巾擦脸。发生啥事了，小姑娘？大叔又给我倒了杯水，水热热的，拿在手里有些烫。这暖意从手心传到了心里。我把今晚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，说完又后悔了。他会不会害怕惹上杀人犯，把我赶出去？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大叔，大叔没表现出为难的神色，反而眼睛发亮地盯着我，问了句：“女娃子，听你的口音，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回答道：“我老家上县的。”大叔一拍大腿：“巧了，这不是，咱俩是老乡。”我俩一阵交谈，发现我们不仅是一个县的，还是一个村的。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眼熟，你小时候我兴许还抱过你呢。大叔笑嘻嘻地说着：“是有可能。”大叔去厨房里给我端了盘瓜子，让我吃。见我不动手，直接给我抓了一大把往我怀里塞，吃。我摆手拒绝，却突然发现大叔的袖子上沾着红色的东西。叔，你这衣服上是？我指着他的袖口问出了声。大叔怪笑了几声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：“是血。”我一愣，话不过脑子，下意识接了句：“什么血？”“两脚羊的血。”我僵在了原地，刺骨的寒意自脚底往上蔓延。哈哈，骗你开个玩笑，是鸡血。大叔又变得和蔼起来。杀鸡的时候不相信沾上的。见我一脸不信，又领着我去了厨房。厨房里的确没有羊，只有鸡，一只只死鸡，像落砖一样被码得整整齐齐。为什么要杀这么多？吃得完吗？我随便问了句。喜欢吗？当然吃得完。我没再说啥，回了客厅，坐在沙发上等警察来。叔，你怎么不在老家待了？发生太多事了，我心里太慌了，想说点话转移一下注意力。儿子在城里发展，我就跟着来了。不过这城里做什么都不方便，被框框条条束缚着，哪像我在老家的时候自在，想干嘛就干嘛。这城里的房子贵呀，寸土寸金的，不像老家的地盘大，我想挖坑就挖坑。大叔感慨着。我心不在焉地嗯了几声。大叔像看出了我的心事：“你这是有心事？是不是在为你邻居的事内疚？”“哎，根本不用，那家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大叔一脸神神秘秘地靠近了我。上个月我们这搬进了一个漂亮的女娃子，她非要帮人搬行李，人女娃一直拒绝她，她还恼了。过了几天，你猜我看见啥了？那女娃只穿了个内衣从她房间里跑出来了，还捂着脸哭。她说的绘声绘色，眼里跃动着兴奋的光。所以你不需要为她的死内疚啥的，这属于老天开了眼，要收她。我点了点头，走到窗户边，斜着眼睛往下看。楼下已经停着好几辆警车了。我收回了目光，惊恐地抬头看着大叔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”“我儿子告诉我的。”门锁转动，骑手打开了门，从玄关走了过来。他对着大叔叫了句：“爸！”而后怨毒地看着我：“臭婊子，都怪你！我本来都不准备再杀人了，准备好好过日子了，这下全完了，大家一起死吧！”他朝我冲了过来，我先他一步打开了窗子，跳了下去。楼下有一个很高的雨棚，给了我足够的缓冲，但我还是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闭上眼前，我看到骑手父子被警察按在了地上，我被送去了医院，是第二天上午才醒过来的，头上缠了好几圈纱布。来了一个年轻的小警察到医院看我：“你命可真大，那父子俩都是杀人魔。”我们去他老家的房子里调查了一圈，发现了48具尸体，码得整整齐齐的，放在地窖里。开始是为劫财，后面杀人杀上瘾了，就骗人来家里，两人再进行杀害。人杀的多了，尸体就没地方了，父子俩也懒得挖坑，就去骗人来他们家挖坑，说给工钱，结果等人晚上在他们家一睡着，就一榔头结果了他。小警察叹了口气，骑手叫李伟，他们后面也想通了，准备洗心革面，不杀人了，就一起离开了老家，来了这儿。李伟跑外卖，他爸给人打扫卫生，没赚到什么钱。你不愿意撤销差评的行为激怒了他，他被扣了钱，难受的要哭了。螺蛳粉店老板骂他没出息，他一怒之下杀了螺蛳粉店的老板，然后伪装成老板给你发了恐吓的消息。他看了订单上的地址，以为是邻居大哥给的差评，就去找他。他假装送外卖的，骗邻居大哥开门，先是把邻居大嫂杀了。他后来发给我的那双白大腿不是张雪的，而是邻居大嫂的。他逼迫邻居大哥骗我开门。邻居大哥给我发的消息中，有些是他发的，有些是他逼着邻居大哥自己打字发的。然后他砍断了邻居大哥双臂，在后面用刀抵着他，逼邻居大哥继续骗我开门。我的确开了门，但他还没来得及闯进来，我就把门关上了。他知道我们这个地形，想着从阳台也能翻到我家，就割了邻居大哥的脑袋，挂在了门，营造出一种他一直在门口的假象。他上楼去杀了张雪，就是张雪去拿床单却迟迟未归的那段时间。他联合他爸在那段时间杀了张雪，伪装成他的样子，想从阳台进入我的房间。
怪不得那时候他不说话，也一直低着头。不过我们还有新发现，你邻居是个强奸犯，我们在他手机里发现了大量他迷奸女性的视频。我抬眼望着小警察的脸，受害者需要知道的这么详细吗？小警察突然收起了散漫的样子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当然需要了，郑小姐，这是为我接下来的提问做出的铺垫。你和李伟父子是同乡，甚至你以前还和他们是邻居。那这么多年，你是否早就知道李伟父子的所作所为，知道他们易怒、杀人跟切菜似的？李伟说他昨天是第一次见你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。明明你们住一栋楼，这栋楼又那么小，可是你一次照面都没和李伟打过，你在故意躲着他。我们查看过你和你邻居的聊天记录，放外卖在他门口这件事，像是你诱导他提出的。最后我们还发现你邻居迷奸过的女性中，有一个人也姓郑，你认识吗？你也是在他遇害后没几天才搬进来的。你不回答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她是你妹妹。我闭眼按了按额角，种种线索连在一起，好像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你因为这位郑姓女子策划了一切，你早就知道李伟父子的所作所为，清楚他们的秉性，所以故意给了他差评，让他误以为给差评的是你邻居。你也知道李伟父子残暴没有人性，以杀人为乐，就算最后发现给差评的不是他们，也会杀掉你邻居。那张雪为什么会死呢？她做错什么了呢？我想很久才想通，因为她对这位郑姓女子见死不救过。你借着李伟完成了自己的复仇计划，现在警察判案不依靠证据，而靠编故事了吗？我打了个哈欠。如果你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欢迎去告我。我指了指自己缠着白纱的头，警官，你刚刚提出的那些问题，我也很想配合你回答，但是我的脑袋受伤了，医生说可能会影响记忆，有很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。我朝小警察轻轻笑了，